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结婚当天，丈夫说婚后采取 AA 制生活。结婚3年，我俩小到家里的水电费都要平摊，他还美其名曰学习西方生活。后来，他却把父母接过来养老。开玩笑，自己的父母自己养，别来沾边。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，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回到家刚打开门，我就闻到了屋子里面传来一股廉价香烟，混着臭脚丫子的味道。我退出去又看了一眼门牌，确定这是我家，这才又迈了进去。从玄关走到客厅，没2步，我就看到地面上堆满了东西，有被捆着的活鸡活鸭，还有用尼龙袋子装着的大米，晒干的蔬菜，乱七八糟一大堆的东西，把原本干净整洁的家整得拥挤肿胀。不仅如此，原本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地面，也多了一些脚印和黄泥，这完全看不出来像个家。就连老式火车硬座车厢都要比这干净。我忍着满腔怒火走到了客厅，抬眼就看到坐在沙发上的2位老人，赫然就是我的公公婆婆。他们看到我也转过来打招呼，手上还拿着我放在冰箱的鸭脖跟卤肉，吃得满嘴流油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从脸上挤出笑容，对着他们点了点头，转身就回了卧室给王阳打去电话。王阳是我结婚了3年的老公。你爸妈怎么会突然间来城里，而且还带了那么多的东西？他们是打算卖掉还是送人？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你不事先和我商量一下？这个房子是咱们当初一起出钱买的，我也有1半的产权，你这是做得太过分了。现在不是我在斤斤计较，而是你根本就没有尊重过我。我不想和你掰扯那么多，你赶紧回来。憋在心里的委屈和不适，我没有在电话里面和王阳争执，有些问题当面说清楚比较好。半个小时之后，王阳回到了家里面，他陪着他爸妈聊了几句，就立马到书房找我。看到我正在看书，还出声抱怨道：你就让2个老人在外面干坐着，也不知道陪陪人。我看他们2个人自己待得挺好的呀，还知道从冰箱里面拿吃的。我合上书本，2只手搭着下巴，神色冷漠地看着王阳说道：你打算让他们在这待多久？对了，家里面这2个卧室，你一间我一间，你准备让他们睡在什么地方？如果面对其他人，这些问题我肯定说不出口，但对面的人是我王阳，已经结婚了3年的男人，在财产分割方面，我已经被他调教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毕竟就算是结婚了也要算得清楚，这句话可是他新婚之夜对我说的。结婚之前，王阳恨不得倾起自己的所有，只为博我一笑。可是结婚之后，就在新婚头夜，他却郑重其事地告诉我，希望以后的婚姻生活可以 AA。如果我不同意的话，那么大家可以离婚。但暂且不论，刚结婚就离婚，
在我亲戚那边会传承怎样？光是一个财产切割就足够让我肉疼。毕竟我是家里的独生女，我爸我妈在结婚之前给我转了一笔大笔的钱，还有我名下的房子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还安慰自己，说王阳只是开个玩笑。但是第1个月，当他把家里面的开支，大到人情世故的送礼，小到柴米油盐的生活用品都统计出来，把账单发给我的时候，我崩溃了。这简直比朋友还不如。而且不止这一点，结婚的第1年，我妈生病要去外省住院，我先赶去医院照顾她，之后拜托王阳在手术当天跟着我爸一起来医院。他人倒是来了，可找到我的第1件事情，不是询问我妈的病情，而是找我要钱。就连我爸在路上喝了一瓶水，他都让我原价付给他。最绝的还有他的那一句：“那是你爸你妈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彻底认清楚了他精致自私主义者的面目，对这个曾经深爱的男人也完全死了心。在听完我的话之后，王阳的眉头顿时紧紧地皱了起来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开口说道：“那是我爸妈，总不能让他们出去睡大街吧？”停，你不要自己臆想一些我没有说过的话。结婚的这几年，我发现我王阳身上有不少的缺点，而这其中最严重的就有臆想症。他总是会在我提出一个问题之后反问我，偏偏问的话又牛头不对马嘴，让人头疼至极。你只需要告诉我，你准备让他们睡在什么地方？王阳恶狠狠地看着我，过了几秒后开口：“你跟我一起睡，你的那间卧室就让爸妈先住着，他们就是来城里玩几天，不会住多久的。你不要那么小气，我爸妈辛苦地照顾了我一辈子，也没有享过几天福，他们这一辈子过得太不容易了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装装样子吧。”他越说声音越大，越说越有底气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他的底气在哪儿，但是并不妨碍我直接回绝他：“不可能，你爸妈过得不容易，又不是我造成的，是你自己没用。再说，你有什么面子？”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眼中尽是冷漠。结婚的这3年，我们早就已经摸清楚了彼此的性子。王阳知道我不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妥协，他也劝不动我，只能恶狠狠地丢下一句：“你够狠。”紧接着便摔门而出。刚结婚的时候我还会吓一跳，现在直接无动于衷。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底也怪不到我的身上，要怪就怪王阳当初把事情做得太绝。现在他所遭遇的一切，只能够说是报应。可我的2位公公婆婆显然不这么认为。不到5分钟的时间，外面就响起了激烈的争执声，紧接着我就听到婆婆叫我的名字。我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，这才慢慢悠悠地从书房走出来。一到客厅，就看到他们一家3口怒目圆瞪地望着我，不晓得的还以为我是一个杀人犯，或者犯下了伤天害理的大错。我挑了挑眉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大概是被我淡然的态度整懵。婆婆先看了公公和王阳一眼，才拍着大腿对我叫嚣道：“
小娟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自己也有爸妈，也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。我和你公公好不容易来城里一趟，你怎么就狠得下心让王阳把我们赶走？他越说越气愤，脸色通红。不用想，一看就是王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我的身上。我当初也就是瞎了眼，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，不料结婚之后他就立马现了原形。我看向他，冷笑连连，嘴上毫不留情。搞清楚，是你们宝贝儿子不愿意让你们睡在他卧室，可不说我要赶你走。你们要怪就怪自己养了一个无耻又抠搜的儿子，不然何至于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家里，却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要是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话，第一个遭到报应的就该是你们儿子，可不是我。我双手环抱在胸前，一句又一句地戳着他们一家三口的心窝子。王阳气得想要冲过来打我，婆婆更是喊着要休了我。一听到有这好事，我笑得眼角都起纹了。离？谁不离以后生儿子没屁眼？我笑得一脸温柔和善，嘴上说出来的话却歹毒无比，就连王阳扬起的手都停在了半空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则是抬手握住他的胳膊，狠狠地将其甩到一边。过了半晌，王阳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，倒打一耙道：“你在外面是不是有别的野男人？我就知道你这个女人水性杨花，做事放荡。”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，我就直接反手一巴掌甩了过去。巴掌声音干脆利落，也不枉费我上班路上的练习。以前早就想这么干，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现在王阳自己把脸送了上来，我肯定不会错过。发泄了胸中的一口恶气，我闪身背靠墙上，避免婆婆上来扯头发。再怎么说，他们也是一家三口，要是不要脸的上来同时欺负我这个弱女子，我肯定得吃亏。你怎么能打我儿子？公公的嘴上一直叼着烟，看着我动手，怒气冲冲地呵斥道：“反了你了！这要是在我们村，你这样的女人得被打死。呵，这要是在你们村，就凭你儿子的这个德行，也没女的会嫁给他吧？”王阳捂着自己的脸，没被手掌盖住的地方还有清晰可见的指痕。结婚这么多年，哪怕是当初他最离谱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动手打过他。他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看向我说道：“你认真的？”“当然是认真的，不然还跟你开玩笑不成？老娘早他妈就想跟你离婚了，你该不会以为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吧？就你这样的垃圾，跟你多待一天都是折磨。”我抬着下巴，如是说道：“你疯了？我不就是想让你照顾一下我爸妈？你要是不愿意，让他们直接回乡下就好了，提什么离婚的事情？”老两口听到王阳的话，原本瞪着我的眼睛纷纷移到了他的身上。婆婆更是急得冒出了方言：“儿子，就这种歪婆娘，你把她休了以后还能够找到更好。而且你不是跟我说你一直看不上她是个老女人吗？你跟妈回农村，到处都是黄花大闺女，妈一定给你挑个最好的。
公公也点头。你把他惯得无法无天，哪有男人在家这么窝囊的？要我说离了也好，反正你在城里也站稳了脚坑，不怕找不到女人。而且结婚3年，他都没给咱们老王家生下一儿半女，这样不会下蛋的老母鸡，留在家里头也没有用。你找个屁股大好生养的，以后生了孩子，爸妈给你带着。公公婆婆并不明白为什么王阳不愿意跟我离婚，但我心里面却很清楚，依照王阳这自私自利的性格，估计恨不得拿根针把他父母的嘴巴给缝上。毕竟离了我之后，以他现在的资产，压根没法过上他希望过的小资生活。毕竟我们现在定居的城市在国内属于1线城市，房价居高不下，哪怕是把王阳所有的积蓄拿出来，也不够交付贷款。而我们现在住的房子，虽然已经是我爸妈留下的老小区了，但再怎么说交通便利，房屋居住面积大，最重要的是离王阳上班的地方还近。在他还没有功成名就之前，怎么会舍得抛下我这个方便利用的工具人？可惜经过这3年，我早就已经成长，而且今天已经转移了名下所有的财产，不用担心被王阳分走，没有包袱，一身轻松。我直接有什么说什么。那你们可真得祈祷下一个儿媳妇能够被王阳忽悠瘸了，接受和他 AA 制的生活，就连生下的孩子也 AA 制，不然你们这辈子都别想有儿媳妇了。我笑得眉眼弯弯，突然又想起这2位老人，应该不知道什么叫做 AA 制，便又耐心地解释了一番。这下一来，公公婆婆看王阳的眼神都变了。不是，哪有夫妻俩过日子各付各的账单的？公公婆婆是地道的农村人，虽然身上有不少的恶习，但显然还是有一丝良知。毕竟在他们看来，结了婚就是一家人，只有防着外人的，哪有防着家人？王阳铁青着脸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俩别教训我了，还不是因为你们，他才要跟我离婚。不是哦，虽然并不喜欢公公婆婆，但我并没有想着让他们背锅。”我竖起手指头晃了晃，从刚开始结婚，你和我提出AA制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对你死心了。之所以还忍了你3年，是因为我还有别的安排，才和你磨了这么久。就算是他们不来，这个婚我也和你离定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不要脸。提 AA 制的是你，把爸妈接过来还想让我帮着照顾的人也是你。王阳，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也没见过你脸皮这么厚，但凡你要点脸，我都能够敬你3分。正说着，一个电话突然间打进来，我看了一眼上面显示的名字，没再和王阳废话，直接朝着门口走去。记得准备好结婚证，明天下午民政局见。不然这3年你做过的好事儿可会出现在你每个同事和上司的邮箱哦。这3年，我已经摸清了王阳的底线，对他而言，月薪上万还有晋升空间的工作是他最大的软肋。只要拿捏到这一点，不愁他不离婚。至于我要见的人，就是一直在处理我名下财产的律师。在确定好没任何纰漏后，
我长舒了一口气。第二天，拿着离婚证和王阳走出民政局，我感觉浑身的阴霾都被一扫而空。王阳还是那副死鱼脸，对着我说道：“算你狠，哪里，可比不上你。”我毫不在意他说的话，毕竟自从经历过新婚当天被深爱的人要求婚后揶制后，我已经可以坦然地接受一切。这3年的时间，也不过是一步步的脱敏罢了。一个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水费电费都要和老婆 A 的男人，大可不必踏入婚姻的殿堂。谁又能够想到，一个在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男人，对最亲近的枕边人却是斤斤计较呢？很多时候，你以为自己爱的人是突然烂掉的，其实他们早就已经从内部腐烂。好在我成功地拯救了自己，将自己从这段深渊当中解救出来。虽然耗费了3年的时间，可是我的财产没有得到损失，没让王阳占到半分便宜。不幸中的万幸。故事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结婚前，我和老公商量好，婚内全部 AA， 房子一人出1半的钱，工资各花各的，家务一人1半，生孩子没法 AA， 由他补偿我20万。可真当我怀孕5个月在家保胎的时候，他却说什么也不肯给钱了。哪个女人不生孩子？怎么就你还要补偿？他不知道，我绑定了生子保障系统，不愿意给钱，那我们就生孩子。我和老公是办公室恋情，他1.83米的大高个，外形不错，人也幽默风趣。几次靠谱的合作下来，我们很快走到了一起。结婚前我们说好，不给彩礼，不出嫁妆，2个人各出1半的钱买房子，家务也一人1半，工资不必上交，大家各花各的，想买啥买啥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婚姻生活真的很愉快。结婚1年后，生孩子的事被我们提上了日程。照着婚前的约定，我一笔一笔地给他算账，我的身体损失，坐月子期间的营养费，生孩子的补偿，孩子毕竟是我们2个人的，我少算一点，2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老公一口答应下来。那时候我很感动，以为自己遇到了100年一遇的好男人。可当我真正怀上了，他却反复推迟给钱的日期。最近给我妈买了点东西，手头紧，我的股票里还放着好多保证金呢，暂时套现不了。老婆，再等等。也许是他一贯的好表现让我放松了警惕，这么一拖就拖到了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。因为产检出来孩子似乎不太稳当，再加上医生说我本来身体就虚，要是孩子出了什么问题，以后就很难怀孕了。不得已，我暂时请了产假，在家养胎。可是在家没几天，我发现他开始不做家务了。我指着水盆里他泡了4天的臭袜子，有些受不了。你的袜子多久没洗了？他正坐在沙发上打游戏，眼皮都没有抬一下。放了4天了，你也不知道帮我洗，你一天天在家都在干什么？我气不过，和他大吵了一架。可他照样一回来就躺在沙发上打游戏，
一动也不肯动。眼看着袜子泡了7天，味道已经让人窒息了，我不得已替他洗了。这次之后，他变本加厉，回来把鞋一踢就瘫在沙发上，衣服扔得到处都是。我一次又一次地挺着大肚子为他收拾残局，他丝毫没有半点愧疚。我和他理论，他还理直气壮。我上班这么辛苦，你多做点家务怎么了？你产假天天在家闲着，工资还少了这么多，你不应该主动做家务补偿我吗？20万，徐娇娇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哪个女人不生孩子？怎么就你要补偿？再不行，我把我妈叫来伺候你，行了吧？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陈明，我们之前说好，亏你还标榜独立女性呢，怀孕了就开始算计我的钱。你之前假装贤惠的样子，就是为了这20万吧？陈明冷笑着把我推到一边，他的力气很大，把我推了一个趔趄，好险才稳住身子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讥讽道：装什么软弱呀，独立女性。他的话像一把刀，狠狠扎在我的心口。我再也忍受不了，夺门而出。我的父母早已去世，在这座城市里，我连个朋友也没有。我想不通，一向温柔体贴的好男人，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即使我在街上走了2个小时，他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。不对，他发来了一张账单和一条消息：昨天的火锅花了206.5元，给我转103元就好。嚯，真是大方！冷风吹醒了我的大脑，我越想越气。房子也有我的一半，凭什么是我一个人在外面吹风？明明是他的错，凭什么让我一个人受罪？我才不要惯着他！于是我果断转头回家，洗漱，上床睡觉，躺在温暖的被窝里。我默默在心里下定决心，离婚，明天就离。怀不上就怀不上吧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降生在这样的家庭里，有一个这样的父亲。对不起呀，宝宝，妈妈也很舍不得你，可是妈妈不想让你受苦。低检测到堕胎意向，生子保障系统启动。宿主您好，因为生育率实在太低，为了让您愿意生孩子，我们可以实现您的任何一个愿望。请问您怎样才愿意不堕胎呢？实现愿望，什么愿望都可以吗？我想到自己孕期的种种不便和辛苦，还有老公意气风发的样子，嘴角微微勾起。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要让他尝尝我的痛苦。我已经怀了快5个月了，剩下的月份给我老公吧。第2天早晨，我是被自己的尖叫惊醒的。啊，徐娇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一翻身坐起来，只见我披头散发地站在床前，满脸惊恐。我一挑眉毛，还以为系统会把孩子转移到老公肚子里，没想到只是让我们互换了身体。这样也好，女性的困境，只有女性才能感同身受。为什么我变成你了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陈明发疯一样的尖叫着，我忍不住笑了。你不是不愿意给钱吗？那我们就也生孩子啊！我怀了快5个月了，该你了。陈明瞪大了眼睛，
尖叫着扑上来打我。我就知道是你，我命令你换回来。我轻而易举地抓住他的2只手腕，举过头顶，低下头看他。你好像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啊，得罪了我，还想不想换回来了？婚前我们说好的耶，现在你帮我生下孩子，不就换回来了？可能是手腕的疼痛让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，他咽了口唾沫，有话好好说。你要我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你老老实实在家怀孩子，扮演好我就可以了，帮我会替你去上，你不用担心这些。我松开他的手，男人的身体真的好使，肚子也不疼了，腰也不酸了，浑身上下充满了劲。他的眼神闪烁了几下，刚准备开口，就听到门外传来婆婆的声音：阿明，起床了，该上班了。婆婆有我们家的钥匙，每次都是直接开门进来，从来不会打招呼。陈明眼睛一亮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赶紧开门。妈，你可算来，你一个女人家，怎么披头散发的？这都几点了，还不给她做饭？没等她话说完，婆婆已经劈头盖脸地数落起她来。陈明的眼里有些茫然。妈，我是阿明啊。徐娇娇，你又搞什么花样啊？哪个女的怀孕了像你这么多事？婆婆继续输出。我在边上看得发笑。自从我怀孕以来，之前慈祥的婆婆再也懒得演了，总是变着法的跟我找茬。我对她，她就发疯。即使我把这些事告诉陈明，她也只会让我忍忍。既然她这么爱忍，就让她也忍忍吧。陈明显然被骂得懵了。我不管他，拉着婆婆的手往外走。妈，她可能是在家里待太久了，脑子不太好，今天不知道什么风，老说她才是我，你别和她一般见识。我笑眯眯地拍拍婆婆的手，给她打预防针。没爹没妈的就是没教养，怀孕了还这么多事。婆婆满脸不耐烦，我心里一寒，下意识握紧了拳头。怀孕前她可不是这么说的，她说我爸妈去得早，以后她就是我的亲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逼着自己冷静下来。她一个人，又怀着孕，您还是得多照顾一点吧，带着肚子多不容易，毕竟自己的身体，我还是很心疼的。婆婆没注意到我的异常，开始教育我。妈说了这么多遍，你怎么还是不听呢？她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对她不好，她又能怎么样？离了婚，她一个女的，哪有能力养孩子？对了，她工作上的事，你弄得没问题了吧？我悚然一惊，陈明还对我的工作做了什么？我扯出一个笑来，当然了。婆婆满意地点点头，继续滔滔不绝。当初就是看她不要彩礼，才答应了你俩的事，结果她把事情搞成什么样了？哪有男人工作一天回来还要做家务的？你现在不拿捏她，以后怎么办？还怀孕了要补偿，没有你，她哪来这个孩子？你给她一个孩子，这是恩情。你安心去上班吧，妈来给你治治这女人的毛病。我在心里冷笑连连，面上却装作赞成的样子。妈，
你说的对，太不像话了，得好好治治他。我回头看了眼房间中呆滞的陈明，挑了挑眉毛。陈明啊，陈明，让你妈好好伺候你吧，有婆婆在家伺候，我安心去上了班。陈明的岗位是开发，我对需要的技术一直很熟悉，上手很快，甚至做得比他好。但是一到公司，我就发现了不对，我原来的工位上摆满了其他人的东西，上司没和我说这件事啊。我不动声色地找到陈明的工位，趁打开电脑的功夫，假装不经意地往那边看了一眼。胡小丽，一个有些熟悉的名字。我拿出陈明的手机快速翻找，很快找到了和他的聊天。他似乎是上个月刚入职的员工，入职以后就由陈明带着，接手的就是我的工作。两个人的聊天很频繁，一开始只是一些工作上的问题，到后来开始每天早安、晚安，约饭、约逛街、约酒店。这才1个多月，进展的也太快了。再仔细一看，胡小丽桌上的那几支口红，分明是我找了大半个月的那些。得，男人不自爱，就像烂白菜，祝你们垃圾配桶，长长久久。很奇怪，可能是因为已经决定离婚了，我好像没有多伤心，自己不要的东西被别人当成宝贝，这感觉还挺奇妙的。没等我收拾好心情，胡小丽女士已经风情万种地向我走来。明哥，你昨天和老板说的，我的工作上的事情，工作上到底有什么事情？我脸上不动声色，学着陈明的语气，肯定没问题的，你放心。他捂着嘴羞涩的一笑，手指在我的胸口划呀划呀的，让我直恶心。那就好，明哥，午饭我们还是老地方。我微微的点头，见他又扭着腰走到工位上，这才有些嫌弃地拍拍自己的衣领。吃3当3的女人，一股子廉价香水味，也就陈明这么个没品位的男的喜欢。接下来的1个小时，我旁敲侧击，总算从同事口中拼凑出了陈明这段时间做的事情。即使是受害人，我也得承认，陈明在下一盘大棋。我休产假没多久，他就怂恿领导调来了新人，手把手地带他做事。和同事闲聊的时候，他装作受尽折磨的样子，不断说着我在家里又哭又闹，疑似得了抑郁症，还时不时跟同事吐槽我在家怎么编排公司的人，假惺惺地替我和同事道歉。在上司那里，他不断暗示胡小丽工作能力出众，已经超过了我，希望让身患抑郁还准备生2胎的我回归家庭。至于和胡小丽的感情，那纯粹是意外，只能说婊子遇到狗，不分时间地点的发情。他的招数真的很高明，有工作有能力的女性有底气和他 gay， 但一个没了工作带个孩子的女人，又有什么资格不听他的话呢？如果按照他设想的发展下去，当我生完孩子回到职场，就会发现同事疏远我，上司不信任我，可能没工作几天，就因为左脚进公司被辞退。一个带着孩子且准备生2胎的女人，
显然是没什么单位会要的。而对被辞退原因一无所知的我，只能哭着回归家庭，老老实实伺候他。可惜，他没想到自己会和我换了身体。我冷笑一声，这些招数，我会一个一个让他品尝的。还没等我思考完中午应付胡小丽的方法，陈明就给我打了电话：“你快点回来，我要被我妈冻死了。”听着他带着哭腔的声音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在家养胎1个月，我太清楚婆婆是怎么伺候人的了。家里明明那么多菜，我妈为什么只做剩菜？我不就是出门拿了个外卖吗？她怎么能把我关在外面？你快点回来开门！我只穿了一件睡衣，都要冻死了。婆婆之前也来照顾过我几回，说是照顾，其实就是帮忙做个饭。陈明在的时候，餐桌上各式各样的菜摆得满满当当，她一走，婆婆就把好吃的都拿走，把剩菜煮成一锅，搅和搅和就给我吃。这样的猪食我当然是不吃的，每次都给自己点外卖。她看不下去了，威胁我，再点外卖就把我关外面。所以每次拿外卖我都很小心，不给她这个机会。这下好了，把她的好大儿关门口了。一想到这，我就乐得不行。我学着以前陈明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你别胡说，我妈对我这么好，怎么可能给你吃剩菜？是不是你不懂事得罪她了？”我没有，她就是针对我。陈明吼了一半，突然不说话了。我继续学他：“我妈辛辛苦苦给你做菜，你为什么点外卖？老人家的一片心意就这么被你糟蹋吗？这都是你自找的，就算是我妈的错，你忍忍不行吗？我妈养我多不容易。”陈明沉默了，这些话都是他曾经说给我的，我不过是把他的话原封不动地送还给他而已。娇娇，我错了，娇娇，我不是人，你来救救我，我真的要被冻死了。他哀求道。我看一眼时间，也该吃午饭了，收拾东西就准备回家。毕竟是自己的身体，总不能真的冻坏了。再说，他们这么母慈子孝的，不亲眼看看怎么行？开车到家也就10几分钟，可门口的陈明已经被冻得不成样子了。他一身单薄的孕妇装，抱着自己的胳膊，不停地走动。见了我，他满脸是泪地扑过来：“快开门，我要被冻死了，腰也痛死了。我妈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怀的是她的孙子啊！”我笑得很开心，这么点苦就受不了了。陈明，你妈养你不容易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她呢？老人家给你做饭多不容易，你怎么还挑三拣四的？活该你被关在门外。我工作有多忙，你不知道吗？为了帮你，我都没和胡小丽吃饭呢。他脸色大变：“什么胡小丽？我们只是普通同事。老婆，你别误会，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。没关系，我会好好帮你经营你的小情人的。”看他又心虚又惶恐的样子，我乐了。这些事慢慢和他计较。我掏出钥匙打开门，带着他回了家。婆婆正坐在沙发上嗑着瓜子，瓜子皮到处都是。见我们俩进来，她眼睛一瞪：“
不就是把你关外面吗？你把阿明叫回来干什么？他上班这么辛苦，你也不体谅一下？陈明气得大吼：我只是拿了个外卖，你怎么能把我关在外面？我还怀着孕呢，现在知道我还怀着孕了，之前是失了智，还是瞎了眼？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呢？我冷笑着在边上打圆场：你怎么和妈说话呢？妈给你做饭多不容易。婆婆一听，得意地从厨房里端出一碗鸡汤：你看看，我给她炖了好久的，她非要吃外卖。陈明瞪大了眼睛：她给我吃的根本不是这个，她煮的明明是昨天中午的剩菜，被你放到哪里去了？我了然。婆婆最喜欢这样表面一套背地一套的伎俩。这碗鸡汤多半是她做给自己吃的，以前我们为此吵过不少架。陈明总是无条件相信他妈的话，说什么我妈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别乱说，要不是我自己能挣钱有底气，怕是得受不少气。既然这样，我知道真相又怎么样呢？当然是向她学习。娇娇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你怀着孩子，我妈还能害你不成？陈明一听，发疯的要挠我的脸。你明明知道我说的是真的，你就是故意的。徐娇娇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婆婆不由分说地给了她一个耳光。好啊，你还敢打我儿子？看着陈明捂着脸大哭的样子，我凑过去，在他耳边小声道：这就受不了了。陈明，这只是刚刚开始，你不是总说你妈对我好吗？那就让她好好伺候你吧。做男人的这几天，我真的是太爽了，肚子不疼了，腰也不酸了，一觉睡到大天亮，感受着浑身上下充沛的精力。我愈发意识到生育对女性的不公，一想到陈明之前以工作太辛苦为借口，一到家就打游戏，我就气得牙痒痒。这些罪，我得通通让他尝一遍。为了换回身体，陈明老老实实地扮演起我的角色。可是很快他就受不了了，孩子已经有点大了，肚子沉甸甸地坠着，走路都得扶着，他不能久坐，坐一会儿就疼得厉害。晚上睡觉也只能侧躺着，睡得浑身酸疼，还得起夜5、6次。每次他起来我都知道，但我总是假装没醒的样子，还微打起呼噜。毕竟之前我遭受这些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心安理得的。他哭着求我对他好一点，我只是学着他之前的样子嘲笑他。你不是要当独立女性吗？这么点苦就受不了了？哪个女人不生孩子，忍忍就过去了。看着他吃屎一般的表情，我别提多痛快了。我的下肢早就水肿得厉害，塞进鞋子里都有些困难。他一边塞一边叫着疼，眼泪哗哗地流。徐娇娇，这不公平，你轻轻松松的就塞进去了，为什么我就这么疼？轻松？我冷笑地站在一旁，我从来都是硬塞进去的，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。我跟你说我脚疼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我是肚子怀孩子，又不是脚怀孩子，哪有这么多事？陈明沉默了，他再也没脸叫疼。
流着泪把脚塞进鞋子里。之前我虽然在休产假，还是在家里做一些工作，现在换成了陈明，他每天只顾着哎呦哎呦的难受，根本没心思工作。再加上他之前把我边缘化的努力，老板又给徐娇娇降了2干的工资，可惜这些工资现在是他花的，手头的钱显然不够他用。他犹豫着来找我，老婆，我怀着孕，工资少，你总得给我一点。我冷笑一声，怀孕了怎么不能工作？你想用孩子来要挟我？至于工资为什么降，你比我更清楚吧？他心虚了，但很快又想到了别的。那我们之前说好了20万的补偿呢？我早就等着他提这件事。大骂陈明，你要不要脸？哪个女人不生孩子？怎么就你要补偿？我看你就是想要我的钱。这么被我刺激了几次，他再也受不了了。他跪在我面前，涕泪横流。老婆，我错了，老婆，我真不是个东西，求求你换回来吧，我马上给你打钱，我会照顾你，对你好的，我求求你。他哭得声泪俱下，我见犹怜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你受的苦，只是女性所有困境里小小的一环啊。他现在表现得再悔恨，一旦我们换回去了，他还是不会把我的苦难放在心上，刀不割在自己身上，又怎么会知道疼呢？我挑起他的下巴，你现在知道错了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你既要我经济独立分担开支，又要我包揽家务生儿育女，你怎么这么贪心啊？你和别人打得火热的时候，你想方设法弄掉我的工作的时候，你心安理得逼我伺候你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吗？难道你知道错了，我就该原谅你吗？他的脸色一点点变得灰白，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拼命地摇头。不是，不是我，是我妈说的，都是我妈怂恿我的。老婆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的，都是我妈的错。我们换回来好不好？我给你彩礼，多少钱我都给，50万够不够？还有房子，我只写你的名字，我们换回来好不好？我失望地看着他，在一起这么多年，竟然没有发现他是一个这样的货色，心里最后的一丝感情也被磨没了。我站起身，收拾起自己的东西，我没时间和你谈这些，我要去工作了，好好生下孩子，我们自然就换回来了。关上家门的一瞬间，我隐约听到了他崩溃的哭喊，担心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给婆婆打了电话，拜托她过来照看一下，毕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。陈明，你以为你做这么多事情就能让我失去工作了？正好我也嫌现在的工作是多钱少，就趁这个机会更进一步吧。过去总是陈明开发，我测试。我休产假以后，和陈明合作的人成了胡小丽，还以为他是个厉害人物，试探了几次才发现，他完全是靠着美色上位的。遇到困难不要慌，去男同事面前撒个娇就好了，总会有那么几个沸羊羊嗷嗷叫着扑上来，殷勤地帮他解决问题。
陈明是其中最废的一只羊，还废得洋洋得意，完全不知道胡小丽和其他羊的关系。这出轨出的，我都替他丢人。对付这种人，我就算明目张胆地在项目里埋雷，他也只会说好厉害好高级。他真的很会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，但也就是这种人，让其他想要靠自己的女性平白背负了污名。女性站起来的过程总是艰难的，会有很多的同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反戈一击。看着她徘徊在各个男人之间如鱼得水的样子，我心底却涌起了深深的悲哀。试探清楚了，我就着手安排自己的计划，有问题的部分被送到他手上，他只是试了试操作，就给我通过了。明哥的工作能力我信得过，你自己测试也是一样的呀。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我忍不住笑了。让开发人员自己测试项目，也亏他想得出来。我想了想，给他发了条消息，还是多测试一下吧，万一出问题呢？他几乎是秒回，不会有问题的，爱你哦。我笑着截图保存。胡小丽比我想的还要没脑子，让我设想的法子还没用就达成目的了。早知道刚才不那么努力地隐藏问题了，这样的人对付起来有点没意思啊。项目交付的时间还早，在陈明的预产期后不久。我很有耐心，今天插个钉子，明天放个漏洞。胡小丽女士对此一无所知，每天夸我代码写得真快真整齐，久违地做着开发的工作。我的心里感慨万千。我最擅长的一直是开发，能力比陈明要强得多。可仅仅因为是女生，上司不由分说地把我按在了工资更低的测试岗上。他的理由也很充分，你以后生了孩子，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？而这个问题，从来没有人会问男人。生育像一个沉重的秤砣，锁住了我们的身体，也绊住了我们向上的脚步，却总有人把这样的苦难戏剧化，用生孩子警告嘲讽为此发生的每一个人。可他们口中的乐子，是积压在女性身上的血淋淋的事实，而既得利益者永远看不到受害者的牺牲。我闭上眼，压住心中的波澜壮阔。哭泣是没用的，控诉也是没用的，弱者收到的只有怜悯，而不是尊重。我要爬上最顶端，我们要爬上最顶端，给那些傲慢的男人看看，女性从来不是摇尾乞怜的弱者，我们生来就是高山。本以为会平平淡淡地来到预产期，陈明却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情。他准备跳楼，站在15层楼顶，他歇斯底里地大吼：都别过来！徐娇娇，你要是不和我换回来，我就跳下去，杀了你！我赶紧安抚她：娇娇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不是徐娇娇，我是陈明，你才是徐娇娇。她更激动了，尖叫着。早在救援人员上来前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老婆徐娇娇产前抑郁了，总是幻想自己是陈明。见她现在这个样子，救援人员纷纷投去了同情的目光。徐娇娇，你先下来，好不好？有什么事情
我们会帮你解决的。救援人员小心地劝他：我不是徐娇娇，我是陈明。好，好，好，陈明，你先下来，好不好？救援人员眼里的同情更浓了。可能是久违的称呼击溃了陈明的心理防线，他嚎啕大哭起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怀孕会这样？我的肚子上都是妊娠纹，我的头发不停地掉，我连走路都走不动了。为什么我整夜的睡不着觉？你还能睡得这么心安理得？为什么所有人都告诉我要为了孩子忍忍？就算我再疼再难受，你们也说这是应该的。这明明是你们女人的责任，为什么要让我来承担？徐娇娇，我不就是不愿意做家务吗？不就是不愿意给钱吗？这是你的报复吗？你好恶毒啊！救援人员苦口婆心地劝他，他只是癫狂地大喊大叫，双眼血红地瞪着我。看着他这样，我反而冷静下来。陈明从来不是一个不怕死的人，他这么做只是想逼我换回身体而已。我冷静地开口：你以为你死了，身体就能换回来？现在在我身体里的是你，我的身体没了，你也别想活。到时候我用你的身体活下去，花你的钱，让你妈伺候我，我巴不得这样。陈明的眼神闪烁了几下。你撒谎！我冷笑一声。是不是撒谎？你跳下去不就知道了？要不要赌一把？救援人员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慌忙来拉我。我只是摇摇头，看着脸色不断变化的陈明，他不敢的。他一直是个胆小鬼，虽然心里很笃定，我的心脏还是疯狂地跳动着。他要是真的跳下去了，我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我也在赌。见他陷入了犹豫，我继续给他脆弱的心里加上砝码。你怎么还不跳？等孩子生下来了，我们就得换回来了。我才不想换，快跳吧！谢谢你呀，帮我解决这么大的麻烦。当男人真的太爽了。你快跳吧，我还忙着上班呢。他沉默了，满脸的挣扎和不甘，手却抓住了栏杆。15层楼的高度，早就让他腿软了。救援人员抓住了机会，一把把他拉住。他只是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，就顺从地被救了下来。我赌赢了。陈明啊，你果然是个懦夫。他恶狠狠地瞪着我。等孩子生下来了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我微微勾起嘴角，到时候谁更不好过，还不好说呢。孩子没有等到预产期，提前2个星期就发动了。我不敢怠慢，开车把陈明送到了医院。阵痛早已开始，却才开了1指。陈明死死抓着栏杆，哎呦哎呦地叫着。我心里暗暗发笑。怀孕前给他看产妇生孩子的视频，他可是很自信的，说什么这些女的就是不行，要是我来生，肯定不会吭一声。现在整个妇产科就数他声音大呢。隔壁床产妇看不下去了，省点力气吧，这才刚开始疼呢。为了方便指检，他没穿裤子，像一块烂肉一样躺在床上，毫无尊严地被审视着。可是和疼痛比起来，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了。我握着他的手，
一遍一遍地给她擦着汗，悉心照顾徐娇娇的身体。但是精神上，我不遗余力地对她进行打击。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？怎么就你这么怕疼？这么多产妇，就你叫得最难听，一点出息也没有。陈明不停地哀求我不生了，不生了，现在把孩子打掉好不好？我不生了。我冷着脸，说什么胡话？我们老陈家的孩子，哪是你说不要就不要的？这么点疼就忍不了了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婆婆也在一边嘲讽，还不是你自己懒，不锻炼。我怀阿明的时候，天天干活，哪有你现在这么夸张？我险些笑出声来。徐娇娇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为了保胎，孕晚期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。婆婆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要是她知道，每天被她骂、被她欺负的人是自己的好代，指不定怎么心疼呢。那就剖，快点把孩子拿出来，疼死我了！陈明痛得大叫。婆婆的脸色很难看，必须顺产，对孩子好，这么点疼就忍不了了。为了孩子你也忍一忍，为了孩子，为了孩子。我有些悲哀，当女孩被冠上母亲的神圣称号，好像就再也没有为自己打算的资格了。多少女孩为了孩子苦苦忍耐，她们的坚强却被视为理所应当。母亲是光荣的，是伟大的，又怎么能喊疼呢？舆论的高地被男人占领了几千年，每一句话都在为他们的利益服务。争取权益的时候，他们说你不行，说你柔弱，生怕你抢走他们嘴里的肉。承担痛苦的时候，他们说你很坚强，你很伟大，逼着你为了孩子忍受痛苦。何等荒谬！陈明喊得没了力气，只能无力地躺在床上。生完了就能换回去了，这是他的精神支柱。我给他喂水，喂吃的，悉心照顾自己的身体。婆婆看不过眼了，别累着自己了，你还得工作呢。她不就生个孩子，哪有那么麻烦？陈明满是怨恨地看了他一眼，却累得没有力气反驳。我刚准备说话，手机却响了，是胡小丽。婆婆瞟了一眼手机，神色有些紧张，拉着我就到了门外。你小心点，被你老婆发现了怎么办？我挑挑眉，原来婆婆早就知道胡小丽的存在呀。我接起电话，对面是胡小丽甜腻腻的声音：明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人家好想你的。我忍住呕吐的冲动，应付他：乖，我老婆生孩子呢，生完了就来陪你。可是人家都找好酒店了，你老婆黄脸婆一个，有什么好照顾的？快点来嘛！我看了一眼竖着耳朵的婆婆，她的脸上竟然有些骄傲。是啊，自己儿子多有魅力，还有女人争着要呢。见我看她，婆婆露出一个诡异的笑。去吧，去吧，她生孩子还得好久呢，不耽误，妈帮你看着。我在心里冷笑一声，如果现在站在这里的是陈明，他多半马上就走了。算算时间，离我反击的日子也不远了，不如加一点料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心中一动，说道：
我还是在医院陪着吧，毕竟她在生孩子。生孩子怎么了？你到底来不来？你最近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怎么会不爱你呢？我只是最近工作太累了。什么工作太累了？你是不是不行了？再次被拒绝的胡小丽大发脾气。我装作心虚的样子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？话还没说完，我匆匆挂断了电话，一副被猜中了隐疾的狼狈模样。婆婆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。阿明，你……我强忍着笑，假装恼羞成怒的样子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走进病房，我再也忍不住心里的快乐。胡小丽那个大嘴巴，想必能帮我好好的宣传一下。疼痛让陈明完全失去了理智，不停说着要剖腹，可惜决定权不在他的手上。婆婆咬死了不同意，不停地骂陈明没良心。怎么有你这么狠心的吗？孩子顺产身体好，必须顺产。医生说，产妇身体状态还可以，完全可以顺产，之后也好恢复，有医生的保证在，我也放心的让她等待顺产。阵痛了整整1天，陈明终于被推进了产房。进产房前，他癫狂地大笑起来。马上就结束了，马上就换回来了。徐娇娇，你看我怎么报复你？我皱紧了眉，听着产房里不断的惨叫，我的心始终悬着。宿主您好，孩子即将出生，感谢您为生育率做的贡献。请问你要结束交换身体吗？系统的声音再一次响起，我心中一喜。可以之后再结束吗？当然可以。您想要什么时候结束呢？我勾起嘴角。那就等我身体恢复好再说吧。陈明生了6斤4两，一个健健康康的女儿。女儿丑丑的，我却怎么看也看不够。婆婆很高兴，女儿好啊，要2胎就没有压力了，以后还能帮着照顾弟弟。我皱着眉反驳她，什么叫没有压力？我的女儿，我当然要给她买房买车的。病床上的陈明无力地躺着，满脸绝望。他想不通，明明生完了，为什么还是没有换回来？他疯了一样的拉住我的袖子，为什么没有换回来？徐娇娇，你又搞了什么鬼？你是不是骗我？我轻而易举地甩开他的手，说什么疯话？安心坐月子吧，坐完月子就好了。他呆呆地躺在病床上，眼睛里毫无光彩。为了恢复身体，我早早地订好了月子中心。看到价格，婆婆很是发了一通脾气。订这么贵干什么？坐月子而已，干嘛浪费这么多钱？虚弱的陈明披头散发地靠坐着，看向他的眼睛里满是怨毒。我拍着婆婆的背，妈，人家毕竟是专业的，早点恢复也好，早点要2胎不是？婆婆眼珠子一转，点点头，有道理，还好是顺产，方便要个弟弟。床上的陈明一听这话，歇斯底里地喊起来，我不生，打死我也不生了，你们休想！婆婆不满地看了她一眼，小声问我，她工作那边你弄得怎么样了？等她被裁员了，由不得她不生。
我冷笑着点头，放心吧，肯定没问题。陈明在家的这段时间，根本没精力完成本来就不多的工作，再加上我和胡小丽的共同努力，上司和同事对徐娇娇的不满已经达到了顶峰。要不是产假不能辞退，徐娇娇早就被开除了。而我这个新晋父亲，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帮助。上司把我叫过去：“陈明啊，你老婆有了孩子，总要多照顾家庭一点。公司也是不得已，等她产假结束，就让她回归家庭吧。你最近的绩效很好，工资给你提高到这个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我欣然答应下来。男人的身份真好用，在岗位上3年不能升职的徐娇娇，只干了4个月的陈明，工资就翻了1倍。眼看着快要收网了，我懒得再应付胡小丽，见了她只是打个招呼。因为被甩而气急败坏的胡小丽，把我的隐疾四处宣扬。好了，这下连门卫大叔都知道陈明不行了。感受着别人或同情，或戏谑的眼神，我心里乐得不行。月子中心是专业的，但即使是有他们的照料，照顾孩子还是让陈明痛苦万分。他奶水本来就不多，还堵得厉害，孩子吸得他乳头都皲裂了，时不时往外渗血。婆婆说什么都不让他喂奶粉，只能让通乳师一遍一遍地疏导。他整宿地睡不着觉，总是躺在床上默默流泪，头发大把地掉。他不敢打喷嚏，不敢大声说话，生怕漏尿。我不能让自己的身体这样下去，细心地照顾他，开导着他。时间久了，陈明竟然对我生出了浓厚的依恋。娇娇，你才是对我最好的。我以前真的不是人，我不知道生育要受这么多的苦，以后我一定好好照顾你。我们和宝宝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在我的照顾下，陈明的身体慢慢地恢复了，孩子被照顾得很好，白胖的，也不闹人，谁看了都喜欢。坐完月子，我们很愉快地带着孩子回了家。眼看着陈明已经帮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光，我在心里呼唤起了系统：换回来吧，接下来就是最后的反击了。回到自己身体的感觉很糟糕，充沛的体力不见了，有力的四肢也软绵绵的，哪里都酸胀得厉害。站在床边的陈明迷茫了一瞬，狂喜地看着自己的身体。我换回来了，换回来了。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非常复杂。这段时间我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让他产生了下意识的依赖。他沉默了一下：娇娇，我……没等他说完，他的电话和催命符一样响了起来。陈明，你快点滚回来！你都干了什么？系统都崩溃了。陈明脸色一白，我马上过来。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，我勾起了嘴角。一连3天，陈明几乎是住在办公室里。项目出了大问题，整个组的人翻来覆去查了好久，最后把问题定位在了陈明负责的模块上。可是找到了这一步，他们却再也没法深入了。不得已，负责人急吼吼地把休假中的陈明叫回来，劈头盖脸的一顿骂。
解决不了问题，你就滚蛋。陈明几个月没接触工作，光是看懂我的代码就用了2天，偶尔回家一趟。他愤怒地质问我，是不是你动了手脚？我满脸的无辜，我一个女的，工作能力又不好，哪有能力动手脚？骨子里的傲慢让他相信了我的话，皱着眉匆匆离开了。很快又过去了3天，他们陆陆续续修复了一些小 bug， 但更大的 bug 又出现了。眼看着截止日期越来越近，陈明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，我抱着宝宝，美滋滋地看着他忙碌，说不出的痛快。这么多天的艰苦，终于让他回过味来了，灰溜溜地拿着代码来找我。娇娇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我求求你帮帮我，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。我忍不住笑了。你需要这个工作，我就不需要了吗？你边缘化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这么多呢？还是你觉得我没了工作，就得乖乖听你的？陈明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你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娇娇，我错了，你帮帮我，好不好？女儿还小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们。看着她卑微的样子，我的心里止不住的厌恶。帮你也可以，但必须以徐娇娇的身份。事情发酵的差不多了，该我站出来力挽狂澜了。陈明咬着牙和上司推荐了我，上司显然不信我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，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，把我叫回了公司。见我坐在电脑前沉思，他不满地对陈明说，这么多男的都找不出来的问题，你求助一个女人是怎么回事？我没理他，自顾自排查着毛病，被他们几个人一通改动。现在的代码比我走时留下的还烂，好在根子上的问题没有变，我一个一个的把问题解决。系统成功运行的那一刻，上司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，边上的同事兴奋地欢呼起来，有几个甚至无力地瘫软在椅子上。上司的脸色很复杂，娇娇，这次真的多亏了你，等你回来，就当这个小组的组长吧。同事们心服口服地点点头，站起来祝贺我。但是上司突然拔高了声音，你们这些男同志怎么还比不过人家女孩子？让一个女孩子当你们的顶头上司，丢不丢人？以后要加把劲才行。总是这样，女人比不过男人是应该的，男人比不过女人就是耻辱。读书时，女孩子成绩好，他们说女孩子只会瞎努力，没有男生聪明。工作时，女孩子工资高，他们说是潜规则。我冷笑一声，把包里的文件甩在桌上。对不起，我不稀罕当你这个组长，这是我的辞职信，您签个字。上司皱紧了眉头，辞职？你想清楚，你一个刚生了孩子的女的，没有别的单位会要你的。我骄傲地昂起头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管好你自己。辞职之后，我马不停蹄地和陈明提了离婚，有孕期出轨的证据在，他怎么都是不占理的一方。可是陈明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婚。娇娇，我都替你生孩子了，你别离开我好不好？我会对你和孩子很好的。
我的工资都给你，那20万也给你，我们别离婚，好不好？都是我妈的错，我已经和她断绝母子关系了，她不会来烦你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什么都没有和她说，只是带着孩子搬进了更贵的月子中心。悔改的烂白菜也是烂白菜，收破烂的都不稀罕。孕期被虐待的陈明对他妈早就充满了怨恨，再也不肯见婆婆，即使婆婆在门口哀求了一整天，陈明也没有放她进家门。绝望的婆婆打电话来骂我，都是你害得我和我儿子变成这样，你好恶毒啊！我笑了，你知道之前你百般虐待的是谁吗？是你的好儿子啊，他没发疯，我们交换了身体，替我怀孕生子的，一直是你的好蛋儿啊！你在她怀孕的时候这么欺负她，她怎么会不恨你呢？要不是你一直想着虐待我，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电话那头的婆婆沉默了一下，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：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信的话，你问问你的儿子不就好了？我干脆利落地拉黑了他，连一句话都懒得多说。对他们，我真的积累了太多的失望。项目的问题解决了，下一步就是追责。负责开发的陈明显然逃不掉，不甘心的他发疯一般的想把责任推到胡小丽身上。要不是他测试这么不认真，问题早就暴露了。我一直劝他认真测试，是他自己不听。我有证据，为了证明自己的话，他提交了自己和胡小丽大段大段的聊天记录，不堪入目的婚外情就这样暴露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。更有好事者做成了 PDF 四处转发，陈明不行的传闻也随着 PDF 四处扩散。等陈明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怎么挽回都已经来不及了。陈明和胡小丽都被开除了，在业界的名声也彻底臭了。不过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离婚诉讼很顺利，那个 PDF 替我省了不少功夫。孩子还小，我也有抚养能力，法院理所当然地把他判给了我。离婚后，我给孩子改了名字，徐于安，给予的予，安全感的安，女孩的安全感，只有自己能给予自己。身体彻底恢复以后，我给老公司的竞争对手投递了简历。上次力挽狂澜的操作在业界流传得很广，新公司对我的能力非常认可，给我开了很高的薪水。我埋头工作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虽然很辛苦，但看着女儿甜甜地啃着脚丫，什么都值得。我的能力一直不错，没有了性别歧视的上司，再靠着自己的奋斗，我的事业发展得很快。入职不久，我被调到位于帝都的总部，担任某个大项目的主管。高昂的薪水让我很快在帝都买下了自己的房子，有了和女儿的家。我不停地提升自己，拼了命地向上爬，因为脚步实在太快。过去的那些事已经在我身上看不到痕迹了。同事看不下去了，劝我：你一个女人，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我沉默了一下。是啊，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？可能是想证明给所有人看吧。为什么我们费尽心思做到了最好，却因为性别女
就被拒绝？为什么我们靠着双手爬到了很高的位置，却要被怀疑是出卖了自己的身体？为什么我们只是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就要被嘲笑、被威胁、被污名化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女人也可以做得很好，女人也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。如果这个世道对女人是歪着的，我们就一点一点地把它掰正。改变从来不是一瞬间的事，但是有我这一代人的努力，我的女儿的处境是不是会变好一点呢？我微微勾起嘴角，为了我的女儿，为了千千万万个女儿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